这部上映于51年前的邵氏经典是国产降头片的开山之作，也让南洋降头的恐怖公之于众。它既能让不相干的人互生情愫，也能杀人于无形之中。友情提示：由于本片过于吓人，胆小的赶紧抱紧你的男朋友女朋友，单身的只能裹紧被子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一个怨妇找到了这个叫桑占米的降头师，她丈夫被小三迷了心窍，她要让这对狗男女双双毙命，并且用结婚时丈夫买的3金作为报酬。桑占米面无表情告诉她，这些不够买2条人命的。你要多少？只要我有5倍。怨妇咬牙答应，收下定金以后，桑占米告诉怨妇，明早给丈夫收完尸，一定要把剩下的报酬送过来。怨妇走后，桑占米就开始施展降头术。只见他从一旁的老师身上切下5斤五花肉放在火盆里，然后又把老师的脑袋一起放了进去。随着他念诵咒语，那颗脑袋居然和五花肉融为一体。很快2个代表怨妇、丈夫和小三的人偶就被炼制成功。只见桑占米用钢针扎向人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狗男女当场毙命，死状极其恐怖。次日一早，村民们纷纷来围观，这也惊动了正派降头师老村长。老村长威望极高，他先是疏散了吃瓜群众，然后进到屋内查看。他发现这对男女中的正是桑占米的死将，于是便原地施法要教训桑占米。熟睡中的桑占米猛然惊醒，他似乎感应到了危险，立刻用刀划破舌尖，然后将舌尖血涂在符咒上来增强符咒的法力。就在他将符咒贴满房间的时候，怨妇恰好来送报酬。桑占米就像找到救星一样，将怨妇绑了起来。眼看老村长的诅咒降临，桑占米直接跳窗逃跑，怨妇成了他的替死鬼。或许这就是因果报应。桑占米不敢在南洋出现，就逃亡了香港。另一边，建筑工程师许乐是个事业有成的好青年，他有个漂亮的女朋友王菊英，两人感情稳定，马上就要步入婚姻殿堂。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可怕的女人盯上了，这个女人就是风情万种的富婆罗英。自从丈夫死后，她继承了亿万家产，也继承了丈夫的公司。作为许乐的老板娘，她对这个年轻帅气的工程师产生了病态的迷恋，天天开着豪车对他围追堵截，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秋波。但许乐对她压根不感冒，一心只爱自己的未婚妻。罗英的魅力虽然对许乐无效，却吸引了另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，小混混梁家杰。这哥们儿天天做着傍上富婆人财两得的美梦。在屡次骚扰罗英被拒后，他从朋友那儿听说了降头师桑占米的名号，顿时心生一计。他决定用邪术来搞定这个风流寡妇。梁家杰一路打听，终于在偏僻的树林里找到了桑占米的巢穴。起初他还对桑占米的能力有所怀疑，可看过桑占米做法以后，梁家杰彻底信服。这是降头饭，你先拿回去，想办法给你的男朋友吃了，他会死心塌地的爱你，再加上我的降头油，他会一辈子不变心的。眼看女人得偿所愿的离开，梁家杰赶紧进屋求降头。我要求的就是爱情降，说可以使一个不爱我的人来爱我。桑占米开口就要1块金子当报酬，梁家杰为了抱得美人归，满口答应。但是桑占米让他3天后带2样东西回来，对方的头发要连根的，还有呢1块泥巴要有他的脚印。梁家杰也是个小机灵鬼，他先是打电话将罗英支开，创造偶遇的机会，再假装罗英头上有毒蜘蛛，趁机拔下几根头发，又在罗英踩过的泥地里取了土，成功拿到了施法材料。桑占米拿到东西后立刻开坛做法。几天后，在一个派对上，梁家杰趁着罗英不注意，将下了降头的酒水让他喝了下去。果然当晚罗英就神志不清，主动投怀送抱。可让梁家杰没想到的是，这爱情降居然是一次性的，第2天就失效了。清醒过来的罗英发现自己跟这个无赖过了一夜，气得当场发飙，放出恶犬就要咬死他。梁家杰吓得屁滚尿流，只好坦白自己是找了降头师。罗英一听，瞬间来了兴趣，既然降头术能让男人得偿所愿，那是不是也能让他得到许乐？于是他反过来用钱收买梁家杰，让他带自己去见桑占米。另一边，梁家杰因为没付清尾款，被桑占米找上门。我暂时不能够给你。好，你会后悔的。难道你已经向我下了降头？对了，我不信，我根本没有吃过你给我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够在我身上下降头？你还记得你头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在树林子里喝了一个椰子？原来桑占米早就料到他会赖账，第一次见面时就让他喝了下了降头的椰子水。桑占米给了他3天期限，不给钱就等死。这边梁家杰还在为钱发愁，那边罗英已经绕过他自己找上了桑占米。他开门见山表示，只要能得到许乐钱不是问题。桑占米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，罗英眼都不眨就答应了。可罗英又担心他的降头术保质期太短。桑占米拍的胸脯梆梆响，表示1年之内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双倍赔偿。可桑占米这次提出的施法材料更加邪门，许乐的头发、血液以及罗英自己的乳汁。罗英还没生过孩子，哪来的乳汁？桑占米阴恻恻地递给他1碗符水，喝下去3天之内自然就有。
为了得到心上人罗英彻底疯魔，他在许乐婚礼前夜闯进他家，又是撒泼又是利诱，搞得许乐焦头烂额。纠缠中，罗英趁机抓伤了许乐的手臂，用手帕沾上了他的血，还偷偷捡走了他掉落的头发。万事俱备，他带着3样东西回到了桑占米的魔窟。桑占米立刻将3样东西放入锅中熬制，随后便带着罗英来到了恐怖的乱葬岗。只见桑占米竟挖开一座新坟，让他用蜡烛从腐烂的尸体上提取材料。就在桑占米炼制降头油之时，赖账的梁家杰降头也发作了，他来向桑占米求饶，却被无情赶走。师傅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滚出去！刚出门他就全身溃烂，肚子里爬出无数蛆虫，在极度痛苦中肠穿肚烂而死。许乐和王菊英的婚礼当天，罗英盛装出席，他像个幽灵一样端着一杯酒走向新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将下了降头油的酒强行灌进了许乐的嘴里。下一秒，奇迹发生了。许乐的眼神瞬间变得痴迷而空洞，在他的眼中，其他人都变得十分丑陋，只有罗英才是白月光。他推开身边的新娘，仿佛丢掉一件垃圾，然后像条哈巴狗一样跟着罗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婚礼现场。从此，许乐变成了罗英的提线木偶，对他言听计从。当王菊英和大舅哥找上门时，他竟当众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所谓的妻子，他爱的人只有罗英。罗英得意地享受着胜利果实，但他并不满足，他深知只要王菊英还活着，就是个潜在的威胁。于是他再次找到桑占米，这一次他要的是死将，目标正是王菊英。桑占米故技重施，利用罗英的大狼狗抓伤了王菊英，趁机给他种下死将。完事后，桑占米向罗英索要报酬，并告诉他自己下的降头，除非他死了，否则无人能解。罗英听后才放下心来。当晚，王菊英的降头就发作了，只见6只面目狰狞的社青鬼向他扑来。王菊英中了死将后，皮肤下长出无数小虫，朝着心脏爬去，眼看就要没命。可医院里的医生根本查不出病因。远房亲戚德叔提醒阿龙，这可能是中了降头。德叔恰好认识一位正派的降头师芙蓉师傅，于是两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，带着王菊英前往了南阳。芙蓉师傅一看便知是桑占米的毒将，立刻施法用自己的血逼出了王菊英体内的降头虫，救了他一命。原来芙蓉师傅就是老村长，他不想桑占米再出来害人，于是芙蓉师傅带着王菊英杀到罗英的豪宅，要消灭桑占米，顺便救出许乐。就在芙蓉师傅做法的时候，桑占米立刻有了感应，立刻提醒罗英带着许乐跑路。可眼疾手快的芙蓉师傅一把粉末撒了上去，坐在车上的许乐受到了刺激，很快清醒了过来。就在他们等红灯的时候，许乐突然下车跑向了自己工作的工地。罗英见状也急了，让桑占米帮他把人抓回来，他出双倍报酬。为了钱，桑占米再次铤而走险。与此同时，芙蓉师傅他们也追了过来，一场正邪斗法就此展开。桑占米想要用邪术再次控制许乐，芙蓉师傅见状大吼一声，念咒施法，许乐猛然惊醒，差点从烂尾楼上掉下来，幸亏他单手抓住了脚手架。芙蓉师傅和桑占米也使出了各自压箱底的绝技，只见桑占米使出修炼多年的毒针将，而芙蓉师傅则使出佛光护体来抵挡。桑占米见状就开始攻击一旁的许乐，芙蓉师傅大手一挥，金光顿时护住许乐。桑占米想要趁机逃走，可芙蓉师傅怎么能放过他，直接拿出法器召唤雷电劈向桑占米。桑占米故技重施，拉过罗英抵挡，中招的罗英立刻衰老变成一个80岁老太太。芙蓉师傅再次挥动法器，闪电击中桑占米，作恶多端的桑占米立刻化作灰烬。随着桑占米和罗英两个罪魁祸首的死亡，他们所下的所有降头也随之破解。许乐终于恢复了神智，他看着眼前为自己付出一切的妻子，流下了忏悔的泪水。历经磨难的两人最终紧紧相拥，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本片是香港降头题材电影的开山之作，影片以爱恨纠缠为线索，直白呈现南洋降头的下蛊，反是与正邪斗法，尺度生猛猎奇，蛊毒咒术，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。导演用冷峻写实的镜头打造出压抑诡谲的恐怖氛围，将人性欲望与邪术可怖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作为港片邪典标杆，它首次系统化定义降头片核心元素，掀起南洋邪术片创作热潮，突破当年影视边界，是老派恐怖影迷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，更奠定了香港降头题材的创作根基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